今天这集要带大家一起展开我们在日本4国自驾之旅。这次的旅程超特别，因为全程我都交给我那位 P 人老公规划。身为一个讲求完美细节的 J 人，这样真的能安心吗？究竟我会被气到想回家，还是意外的对行程超满意？一定要看到最后哦，看看 P 人的行程到底行不行。大家好，我们这次要去4国。我们这次的行程比较特别，以往都是我规划行程，这次是安安规划行程，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继续看下去。只要搭乘长荣航空出示票据，就可以免费搭乘，最远可以到大后温泉。接下来租车，这个柜台只有1台电话而已，别间店的服务人员会来说，要打电话给他们的人，叫他们从店里来接我们。我们的租车公司来机场接我们。蛮干净蛮新的，这就是会陪我们8天的小蓝 Daisy， 空间超大的，完全没有阻隔。ETC 跟他租，他卡就会帮我们插好，一天是220日币。这台车很新哎，冷气遥控整个是触控的。我们刚刚还有加购保险，保险的话一天是2200日币。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就是不用付钱。现在租车算是完成了，先让我们的行李先上车，再进去柜台办手续，给他护照、台湾驾照跟台湾驾照1本，办好之后，他就会给我们繁体中文的注意事项。我们有加购保险、加购租 ETC， 现场先把租的钱先付好。4国岛位于日本国土中央偏西，是本岛4大岛屿中最小的，面积大约为台湾的1/2，是4个古代令制国的统称。岛上的4个县香川、德岛、高知、爱媛各有不同的地方特色。4国是目前日本唯一没有新干线行驶的区域，乍听之下有点落后，却也因此保留了淳朴跟乡村风情。终于要出发了，请问一下，我们这次的导游我们要先去哪里呢？导航先走再说，好不好？那个拿去。我现在是导航机架。对，你现在是导航机架。反的。听说每个人都会先放这个错，连那个租车公司都还没有出，就先把方向灯打成雨刷。右驾真的是会有点不同世界啊，不习惯嘞，慢慢开哦。现在车子感觉有点多，这边的人开车也比较有礼貌，所以你可能要适应一下他们这边的礼貌文化。像你刚刚要弯出来的时候，后面的车让你让很远，你有看到吗？哦，我们先专心开车到那个地方吧。所以我们现在去哪？吃，那叫什么啊？鲷鱼饭。我们的 Google Map 来到日本变成日文的，反正你有先存，应该还好。刚刚上车的时候，它有这张单子，里面都已经清洁消毒完毕了，不怕会租到很脏的车，车况很干净。这边有 ACC 这个距离。哦，他还在化妆。我在车上插了充电线，连上了车上的蓝牙，然后它就跳出这个 APP 叫我安装 Navibridge， 就可以用车上的导航机导航啦。这边就有一个这一台车的操作手册可以看。我们有2个大的行李箱，看起来可以再塞下2个小的，空间蛮大的。没错，这还要多久？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导游，吃饭。今天是在松山，这边是算比较市区的地方。不然我看4国网络上的影片是比较自然风情的。没错，没想到短短的就走过头。第一站就是雨禾岛雕，好多橘子口味的橘子，很多店家都有这种水龙头式水龙头。这间比较便宜，一杯是150日元，好可爱哦。喝喝看，它看起来好浓哦。伴手礼店买了这个橘子汁之后，马上就叫到我们进来了，大概等不到10分钟吧。这间店是在松山城旁边，这间在卖雨禾岛的名产，雨禾岛雕是爱媛这一块的名产。刚刚外面也蛮多人排队的，都是日本当地人，蛮有人气的。我们点了2个他们的人气套餐，2000多块，2480。这么夸张，很新鲜是吗？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他们这边湿纸巾这么大张，超厚实。
有一种日本才吃得到这个口味，这个新鲜口感比例，很好吃哎。我觉得要趁热跟趁冷吃，因为饭是热的，鱼还是冰凉的。Olen 好的那个味道，多了一个炙烧的香气。但我觉得那一点点很加分。刚刚这样吃5450小奢吃鲷鱼的这一条，继续往前走150公尺就可以到松山城缆车站。走，到处都是卖鱼和倒鲷，但是刚刚那一间是最有名的，我也看只有那一间人最多，所以我们下一站是松山城。所以搭缆车就是这里。没错，才走2分钟就到了。150公尺啊，5点半。天守最晚是10点半禁止进去。哇，在这里买票，2个人直接买来回票，在坐的时候可以选要坐缆车还是单人的，决定。好可爱呀！我很棒吗？我很棒吧？很棒，很棒吧？行程目前还行吗？行啊，所以在1楼买完票就沿着指示，地上有橘色的路线，照着指示上3楼。人家是说上去的时候先搭缆车，因为缆车上面有讲解，下来再坐座位式的可以看风景。所以我们先搭缆车吧。车里面直接绑一个单绳在这上面，这边也有一个，酷了吧？可我听不懂啊，翻译怎么只有一句？缆车站就从这个出口出来，坐下去也是从这里。一上来就有厕所，厕所完了之后就可以沿路这样子逛过去。吃太饱。大哥。这边的是影门，各位，你破坏我画面美感。不用了，爬超高，我觉得这里跟基路城里面很像哎，这楼梯拍不太出来，但是超陡。哦，看。松山城居然出现了高科技的物品，小心一点，落石来了。好像有点从影门出来了，刚刚的影门。天哪，爬这个也太累了吧！上来了，最高了。爬完天守阁的奖励就是吃冰淇淋，运动量够了。这在你的规划内是吗？对啊，假的。为什么很像梅花、梅子、梅子、梅子？你有看过梅子树吗？没看过吧？有啊，现在。550円です。橘子冰淇淋，好吃哎。会很人工吗？不会，清爽哎。橘子酱不人工，不错。老婆蛋，你目前还满意吗？而且午餐很好吃，这个松山城惬意，就慢慢的逛这样。我很期待等一下下去坐椅子缆车的风景。那我们等一下下一站要去哪？旁边有一个万翠庄。哦。好恐怖哦，完全没有任何的防护哎。刚刚坐上来是站在椅子会把你接过去的位置，椅子来就直接坐在上面，就直接上车了。椅子完全没有任何的安全带，什么都没有，裸空的。
松山城结束了，下一站万翠庄。现在来取车，他们这里入场都没有像台湾那种栅栏，以地上的这个格子去缴费，它这个只能现金。我们现在来到了万翠庄，后面就有自己的停车场，这里感觉就是专门来拍照的，整个都顾得好好的这样。里面偶尔会有展览跟表演，蛮漂亮的吧？大概就是来拍拍照啦，想进去进不去，好可怜哦。check in 完了，下一站去哪？大后温泉旁边的卖珍珠的店，是爱媛这边的一个名产。珍珠哦。珍珠。我们不开车了，我们改搭车。先拍照，先拍照。夕阳，时间算得很好。那拍完照呢？去泡温泉。你刚不是要去珍珠店？哦，对哦，差点就躲过了。对，7点打烊，加速了。谁7点打烊？珍珠店。那你知道怎么走了吗？知道了，直走之后右转。突然醒来了是不是？这间就是有所有的橘子店的没开，临时休业啊。对啊，泡温泉吧。进来先放鞋。OK。所以我的东西可以放在哪？哦，恰，我刚买的。反正就是下去洗澡，洗完澡按这个，然后他就会送茶点。对。This is Rokaki. OK。这边的店员不太会讲英文，但是他们有翻译软体，然后大概就是说明，其实网络上都查得到的资讯，所以是还好。桌上的说明其实都是蛮清楚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小房间，一个人2500日元。这边有附吹风机、化妆水、润发乳、卫生纸、扇子、浴衣跟毛巾。这边还有一个像衣橱的东西是有锁的，所以就可以把贵重物品放在里面。准备啊，反正等一下泡汤也不能拍，我们就泡完再来分享一下。对，拜。我们这次使用的是位于3楼的独立包厢，可以同时使用神之汤、灵之汤。泡完了，这边的温泉泡起来其实跟日本其他的浴场应该是差不多的，卖点就是在于说历史悠久，是日本最久的温泉。灵之汤跟神之汤里面长得就跟官方网站上面的照片是一模一样，差别就在于神之汤因为价位比较便宜，所以泡的人很多，灵之汤泡的人就比较少。刚刚在泡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包场，差别在这里，泡完之后的休息空间也是一个私人的空间，比较有隐私。你去神之汤是不是人超级多？灵之汤是不是都没有人？我是觉得2个泡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在这个地方啊。可以稍微再加一点点价格，个人包厢、个人休息区，光这2点就值得了。好，我们来喝茶吧。感觉就是3重口味，看到不是 Q 的，是喝过的。开心起来。好甜哦，这的确要配茶。茶如果喝完了可以续茶。我原本膝盖很痛，刚刚泡的时候觉得膝盖特别有一种疗愈的感觉。等它消除、觉得舒缓的时候，肚子就开始饿了。等一下可以吃烧肉了，对吧？没错。我不知道要吃哪间烧肉。365什么熟成什么，就是松山的叫什么街？松山的商店街啊，松山的商店街。不要把我卖掉就好了。卖掉有价钱。吃看刚刚路过的超多柑橘的店。各位，虽然它这个杯子很像试喝的，但是它这是不是哦？一杯就是这个价格。它的托盘在这里。跟中午一样。比早上的甜多了，但是它的酸味还是很明显，还是酸，对不对？
是原汁的关系啊，不管是早上的还是今天的，看起来都很浓郁啊。回来了，大街道。我没有做功课都饼，所以嘞，下一站嘞，你现在才查哦？对啊。哦，好啦，我知道在后面啊。反正有得吃就好了。我们刚刚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先去了本店，然后他说那边客满，所以他带我们来2店。这边没有中文菜单，所以我们看英文菜单、跟日文菜单还有韩文菜单，推敲它的意思。点菜就花了半小时。家福类，赶快吃饭。忘了说这边低消是1杯饮料，一定要点饮料。他给的这个小菜很好吃，调味很刚好，咸甜恰到好处，好吃到我会想要问他有没有卖带回台湾的程度。牛肝，好吃好吃，先来喝喝看。那个感觉是牛骨，真的很好吃，那个牛很嫩，近乎入口即化。哦，它这个汤也很好喝。跟那个这个赞，牛舌你烤的好好哦，好吃，我觉得这间很棒。我觉得比干杯的厚切牛舌还要好吃。冷面、蒟蒻面呢，就是做韩式口味的冷面啊，也好吃也好吃。在吃肉的过程中吃，很搭配，肉的油腻感解掉。店员推荐冷面啊，加它附的这个醋的话，辣度会降低。觉得不够辣的话，辣酱可以加鹿肉香肠。完全就是火腿的味道，也蛮好吃的啦。熟成鹿肉，我在吃牛肉的感觉。次等牛肉，我觉得还是吃牛肉好。这是鸭肉，油脂刚刚好。好吃哎，这个赞。哇，锅刚好。好吃哦，这么好吃哦，点头如捣蒜耶。哦，它腌的很香，我觉得这间的香肠都蛮好吃的。最后一个五花肉。好吃，但是没有惊艳，普通好吃。牛舌最厉害，香肠系列也都不错，招牌汤跟招牌面都很好吃，大概就这样。8890，2000，人均1000块。我们昨天入住的是在松山寺的正对面的一个房间，然后这样子2个单人床并起来的这样子一个房间，一晚大概是2400块，空间都还蛮大的，然后就很干净。今天第2天早上，今天早上要比较早出门，我们饭店就没有订早餐，直接在全家买早餐在车上吃，所以我们今天第1个景点要去哪？夫妻岩。好 ，Go。到了，这个地方叫做佛七，它在岸边有夫妻寺。波七诺岩，这个厕所干干净净的，停车场空空荡荡。日本郊区旅游感觉还不错哎，你麦克风还是没开。导游认真点好吗？很漂亮哎，那种海景雾雾的感觉，海边旁边就是竹林，我觉得也很特别。很特别啊！公园的那个设施，它是先接一堆楼梯，然后攀岩。哦，这小孩子一下子都美丽了吧？对啊。秘境呢？很棒哎，出乎意料的好哎，漂亮哦！太夸张了！我刚刚这样一转过来拍到海滩，我又觉得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边没什么观光客，所以下一站要去哪？什么院？每次都记不住名字。所以是神社，一个寺。对，好走。2个人出游的好处就是可以轮流开车。看路上都有人在走偏路，总共有88间寺要走，所以这就是片照院，他们也有那个100万原野，捐多少钱的立牌，围墙是用捐献立牌围起来的，所以片照院也是片路的其中一站。不是，弘法大师不就是片路的？但他不是在88个里面，所以他只是在这里举行自己42岁的消灾仪式。
下一个景点一样是个秘境神农院，照片看起来很漂亮，一样是 Google 不超过100折评价的。这就是你说的神农寺，盖在海边这么偏僻的地方，死路哎。海上还有一个鸟居。哦，是很特别，很漂亮。但是刚刚一路开进来有点恐怖，怀疑人生。路有点小，而且旁边没有围栏，都一直有一些空间是可以回转的地方，所以不用太担心。只是开过来的路上要小心一点，路很小条。前面还有一些看起来荒废的小屋子，住这里风景很好哎，哇！金武帝东征时，因为海上的风浪比较急，登船祭祀龙神的领地。下一站要去哪？吃点心。吃什么样的点心？我只能说就是日式的那种甜点店。我来看一下。你说这里叫什么？哦，这个拍很难拍出来它的壮观的感觉，真的要亲眼来看。哦，好壮观，好巨大。来到海峡大桥，这里其实就是濑户内海了。这个桥的名字的字母，对，这边这边看的是最好的。然后很多人都是骑单车来，这边也可以租脚踏车。这里蛮值得来的，好漂亮哦，很壮观。我应该也算运气好，天气都还不错。对呀，太阳又大，拍起来好看。下一站嘞？吃拉面，吃饭啦。好了，到了。这可是平日要排队的拉面店。现在12点半，停车场几乎是满的，而且我刚刚看好多工人，对啊，工作的人来这边吃，感觉很厉害。4.1颗星，580个评价。先喝个水。平板点餐，桌上的酱料们。它的名字吗？好，点一个。纯日文菜单，搭配翻译。饭也有人推，面也有人推，饺子也有人推，100分。狮子巾加分，加分。去到哪里都要有狮子巾。这是我的饭，630块。这么厉害？好吃，剥去好香哦，好好吃。老实说，我觉得比大阪王酱好吃。口感比较好，但馅我觉得还好，煎的很好，真的很好。哦，满嘴都是猪油味。是哦，所以它是豚骨熬得很好吃。此生最好吃的一个拉面。真的假的？是。我光是搅那个汤，我就闻到豚骨汤的香味，啊，香好浓哦。没有特别烫。而且它的香味是不会油腻的那一种。然后扒在面上，那个面好吃，没有汤汁也是满满的味道。尽量吃1960。结完账还送了我们一张折价券。下一站去哪？石锤山神社。好，走。这是一个在石锤山下的一个神社，主要供奉是山神。石锤山就是四国这边的最高山，多高？1982公尺。其实它是一个可以爬的山。很舒服的地方耶。这个行程感觉要有点体力哦，这个阶梯很多。这个神社是大家过新年的时候都会来这里拜拜的神社。你现在在干嘛？召唤啊！召唤什么？召唤鱼。有用哎！我们现在在本店这一区啦，它还有其他的成就社、土小屋。哦，上来了。到了。看很多日本人都来这边参拜，感觉应该是一个也蛮灵验的神社。买了一个御守，一个御守1000日元，帮车子拜拜的话，可以开来这边给他祈福。
下去的路还蛮壮观的，也可以感觉得到来朝圣的人要先走过这一条路，有一种洗涤身心灵的感觉。这里很适合10月那时候来，这里都是枫树，全部都枫树。那这样拜完了的下一站呢？一样是神社，下一个神社是伊寿乃神社，伊寿乃。我们到的什么伊寿乃神社，看到它是一个附近的神社，是拜天照跟护国神。安安说 Yuki 的枫叶也很好看。Yuki 啊，你不觉得它很油？人家明明就叫做伊真乃宫。网络上给我翻译伊寿乃。惊人呢！刚刚一转头看到这个树，神树，走过去当比例尺了。我们进去参观看看。好了，这是点心是吗？炸鸡点心。原主鲁马里面虽然有一些座位，但是他说不能内用，只能外带。等他做好，我们就外带去饭店吃吧。炸鸡一拿到车上就香味四溢，赶快回饭店吃吃看。先来一个比较特别的，看起来像是哦，蛮好吃的。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传统能吃得到这种味道啊，对，有点咸，蛮好吃的，是可以值得一试的。是好吃的，但是是台湾的好吃。那在地60几年了，另外一个部位。好脆哦！哦，这整个是鸡皮，炸的真的很好。这个好吃。这是不是吃不到它多汁的感觉？这个就是腿排，好吃很多。要点这个，不要点那个。我是喜欢它的那个鸡皮啊，那鸡皮好香哦。那我们等一下去哪？新居滨的最大百货公司，3.8颗星，2000多折评价。大人，不要看一下，应该是那一侧也是。那一侧对啊，我就是有看到那一侧也是啊。很 local 的卖场，结果没有逛到想买的东西。先来吃麦当劳，现在限定柯南合作的，这是米汉堡，好吃哦。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感觉，逛当地百货的感觉。逛百货公司买了耳环跟小夹子，特别因为是比较 local 的商场。那我们就最后一站吃寿司郎，寿司郎我们会额外再拉一集出来。第2天已经快结束了，你觉得这2天的行程还行吗？行程还不错，景点都安排得很好，四国这些景点真的超赞，只是中间有点小插曲不多。小插曲有点多，然后没有很了解那些景点而已啦。但是因为你带路，所以有去一些一般观光客不会去的地方，你都会研究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对，但是都还不错，我觉得。今天是我们在日本四国的第3天，我们今天跟明天2天呢，总共会去14个景点。跑得完吗？超级无敌赶的，所以我们现在早上7点半左转完毕，来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它跑完。Go！ 走啦！大概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昨天住的房间 ，Super Hotel 也是连锁的。然后这间在新居滨，浴室是最小的那种 size， 冰箱跟饮料柜是坐跟桌子在一起。四国这边好像都不会提供矿泉水。那叫你喝水龙头水。他写健康水，这一间1碗的价格是2323。难吃。对不起，纳豆。吃早餐花了半小时，现在8点11分，走，第1个景点大部围。哦，他会告诉你690元过路费。到了，拍了1个多小时，小小的 on schedule， 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后面的景点是比较走马看花一点。现在我们来自是大部围，大部围的搭船的地方，先填写这个单子，一组人只要填1张，然后再去买票就好。您选择的是信用卡支付，请刷您的信用卡。票还有一个中文导览书，常常是在晚上的。很下哦，我们要走到峡谷啊。它是自然形成的，大概有2亿年的历史了。这一条溪总共的长度有194公里，平均深度大概4公尺，最深可以到10公尺。OK，坐下。
はい。多谢。はい。大向け拍照。OK。大向け拍照。微笑。慢慢呢。微笑。睡的腰，睡的哟。大部尾峡谷是日本3大秘境之一，2014年列入国家自然保护景观，2015年列入国家指定名胜。必看的特色有结晶片岩、黑鸢、杜鹃花、红叶。它的源头是石锤山系中平之森山腰的一个叫白珠谷的地方。吉野川全长194公里，流经高知县，注入德岛湾、吉野川与立根川、竹子川，并称日本3大抱川。虽然现在风平浪静，但是一到台风天，两岸的岩石会完全被河水淹没。至今为止的最高水位曾淹到餐厅底下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现在大家看到的岩石是距今1亿到2亿年前在海底深处所形成的岩石，大约40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四国山地隆起时，把这些岩石顶起，之后随着吉野川河水日积月累的侵蚀，雕琢出这个 V 字形的峡谷。大部尾，我们搭船大概来回30分钟结束，一个人1500船票。好，下一个景点。尿尿小亭。走吧。竹谷桥。看那里，好啦，看到了啦。你看那里哟。你刚刚说觉得这边的山是三角形，难道你平常是金丝猴？小心驾驶啊！到了竹谷藤蔓桥了。你就要先买票。为什么没有人？有人走进去了。现在位置。我相信你了。你没有相信我，你只是相信别人。我们从入口进来之后，大概走1分钟就到售票处跟藤蔓桥这里。今天换我考你，为什么要有这个竹谷藤蔓桥？不知道，是因为以前有一个家臣，他被追杀，跑来这里躲了之后，怕有追兵，所以把这个桥设计成随时可以砍断，不让追兵追进来的。然后就变成仅存的几座藤蔓桥。哦，这东西会掉哎。对啊，要小心啊。这个藤蔓桥啊，只能从这边单行走到这边，禁止从这边这样子走回去。我看大家也都走得很自然，有很多人都很快步的这样走过去。藤蔓桥再往前走50公尺就有一个瀑布，顺路来看一下。很棒哎。下一站去路边尿尿小童，顺路会经过，小小 delay 半小时，还可以接受。好。车上导览，哦，还可以丢钱许愿呢。走吧。拜拜。刚刚看到我们要去的那间午餐2点就关门了，我们赶不到。我找别间乌龙面来吃。第二选项3点才关门，我们还勉强赶得到。行程整个已经 delay 1个小时了，后面陪着回来吧。很 local 的一间店呢。哦，塔玛狗跟葱的意思吗？好满哦，满满的一碗。大中小就是面的多寡而已。天妇罗的粉，增添一点口感。很快的吃完了。刚刚那间店是在地小店，因为快打烊了，所以一些比较复杂的配菜他们就不做了，所以我们就点最简单的海带跟鸡蛋，还不错，吃得出来它的乌龙面汤底是就是顺口，咸甜刚刚好。我们赶快出发到下一个景点，赶了30分钟回来。下一个是什么？前行沙画。对，走。在1633年，为了欢迎当时的领主，传言仅花了1夜就完成此沙绘作品。据说只要看过沙绘
会的人就会身体健康、长寿百岁，从此不会被钱困扰。我们现在这一站到了高屋神社，高屋神社是在标高404公尺处，鸟居有天空鸟居远近驰名，可以在这边远眺观音寺跟美丽的濑户内海。我们现在来到下一站了，父母滨海岸。这边主要是要看夕阳。我们现在是5点半，太阳下山是表定6点15分。这个海的颜色是红色的耶。终于来到我们倒数第2个行程 check in， 跟昨天一模一样的白色，同样的饭店Super Hotel， 对，先去吃晚餐 ，Go！ 这边商店街晚上10点过后车子可以开进来，便利商店很少，所以这种路上的自动贩卖机特别多。热式贩卖机，紧接着马上就到了我们的晚餐——古富鸟一鹤。这间一鹤古富鸟已经有10间分店，所以我们先吃这间是创始店创始店总店。它这个就很单纯，2种，点一个老鸡或者一个嫩鸡。对对对，台湾人应该都喜欢吃嫩鸡腿，老鸡卖完了，所以我们就刚好顺理成章的就2个都吃嫩鸡。我看 Google 评论，点完餐之后它才会开始做，所以可能要等20分钟左右。闻起来很香，我们进来点好，到现在确实过了差不多20分钟，这么大只，我先吃，好香哦！它外面那个涂料有蒜头，天哪，很厉害吗？超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把外面它裹了那一层香料烤得酥酥脆脆的，然后里面又很嫩，好好吃哦。确实要配这个。试试看这个鸡饭。鸡味有鸡味，它有鸡油，鸡味香非常香，感觉是用鸡油去煮，它有一点颜色，真的是人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没有到吃到非常非常饱。我们回饭店继续吃我们的乌龙面，来丸龟就是要吃乌龙面。豆皮就是日本豆皮。乌龙面的故乡，饭店附赠，初潭镇口对了的，但好吃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没别的了。大家早安，现在是第2天，我们现在8点半走在这个商店街，所有的店都通通还没开，很空。这边真的很淳朴的感觉。今天的行程也是很赶，我们第一个要先去丸龟城，然后再去那个金碧罗宫。那我们就先去丸龟城吧。你说丸龟城是日本现存12天守里最小的，小到就那样。小归小，但是要爬上去蛮高的哦。运气很好，现在来还有看到这种樱花。天守和大守门皆现存的只剩下丸龟城、红前城和高知城。丸龟城是日本12座现存天守之一，也是最小的现存天守。坡度有点斜呢，我觉得要爬都很辛苦。该城的石垣总高达到60米，是日本第1高。这是号称战旗的富士山，标高有421公尺。这么矮？它形状跟富士山几乎一模一样，有点像。确实。
约400年前建造的丸龟城使用了全国少见的木造天守，被国家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丸龟城同时也是被建筑、土木、考古、历史等各领域的专家选定为日本的100名城。站在这个瞭望台，有一种这里全部都是我的城池的感觉。好了，我们直接走吧，怕来不及缺稿。日本商务饭店比较早缺稿，都是10点就要缺稿，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去。我们现在在取车，这个停车场它入口跟出口都没有闸门直接就出去了。但它是有车牌辨识，我刚刚输入车牌辨识，它就让我缴钱。现在是9点50分，我们表定9点应该要在金刀比罗宫了，迟到将近1个小时了。吃饭会配回来吗？我们吃饭不是要排队？运气啊，用运气配回来。反正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吧。现在时间10点38分，我们停好车，准备要走表参道。终于走在表参道的路上了。我们预计这边是11点结束。开始要辛苦了，要穿好走的鞋子，还有吸汗的衣服。785阶才到金刀比罗宫，如果还要再往上的话，要走1300多阶。看到大门了，一阶20公分，乘以600，785阶，大概156公尺，17、18层楼高。我刚刚是在想说，在这边做生意的店家每天都要这样爬。看到了大门，爬10分钟左右会看到大门，中间有可以休息的地方。这只是大门而已，穿过大门就能看见令人印象深刻的5把大伞。这5家被称为5人百姓的糖果店，是从镰仓时代开始就被特许在圣域内经商的特殊店家。每一把伞底下贩卖的是自古以来秦平町名物佳美代仪。过鸟居的时候不能走正中间，进出都要敬礼1次。快动起来，赶行程。11点了。我们还没到还远嘞。建于江户时代前期的书院，是接待前来参加仪式参拜的人们之用的客店。一路上一直有这个甜点店的广告，在这里很高级的感觉。11点半才开门。大家都很辛苦啊！租一只竹杖是100块日币。建立于江户时代末期的序社，是位于628阶石阶处的重要文化财。习俗上是在回程参拜，因此建议先前往本宫参拜。被昵称为金比罗宫，深受信仰的金刀比罗宫是香川县最具代表性的神社，尤其又以通往本宫的石阶最为有名，途中满是能体验自然之美、传统丰富的文化等看点。快到了，快到了！这个行程太辛苦了，11点半。我们这样爬多久啊？爬到玉本宫花了45分钟。新建于标高521公尺之象头山半山腰的神社，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是全国近600座金比罗神社的总本宫。幸福的黄色玉手是金刀比罗宫最具代表性的玉手，由于只有在登上785阶石阶后的本宫神札授予所才能取得，因此更能感受到成就感与其特殊价值。有一个是专门给狗狗的玉手，参道上大亮且陡峭的石阶，到本宫为止共785阶，耗时约40分钟；到奥社则为1368阶，需耗时约1小时20分钟才能登顶，但也因此在登顶时能够得到很大的成就感。下去轻松了，但是膝盖要注意。那我们金刀比罗宫的任务就完成了。玉手也还没吃冰哦，还要吃冰哦。现在12点。几累？1小时，1小时而已吗？不要担心，走走走。百惠圣代，
好吃哎，很浓。爬完楼梯吃这个好刚好。还有一个龙，这是金比罗的也是。很解渴，很解渴，苏打冰沙的味道，推荐大家爬完金比罗宫可以来吃这间甜点。吃完点心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赶时间还在吃甜点？金刀比罗宫真的正式结束了吧？结束了，结束了。现在12点半 ，delay 1个半小时，走吧，走吧。真的觉得甜点还是要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跟补充水分。对，真的很厉害，而且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好吃。吃完手打10段乌龙面，因为店里人太多了，所以不好意思拍，要赶快吃完赶快走，不好意思在那边磨蹭。这间店的特色是它的奶油乌龙面，腐这个字的话，就是表示它起锅之后没有淋冷水，可以吃到乌龙面的最原汁原味的状态。那我选的是卡 K 乌龙面，起来之后淋冷水，放在柴鱼汤里面，最简单的乌龙面的样式。我们排队大概是排50分钟就吃到了，没有想象中排那么久。总之呢，就很好吃，赞！现在去下一个景点莅林公园。莅林公园开车5分钟就到了，可以直接停莅林公园的停车场，是最近的，但是一样是要付钱，没有抵门票的。我们现在刚进来莅林公园，现在3点半。如果我们半小时内赶完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 schedule。莅林公园我们预计是逛1个小时，官方的推荐观光时间是100分钟。它这边的门票呢，一个大人是410日元。主要是后面那个紫云山，加上6座湖泊，还有13座的假山，这个总共有400年的历史。你又在实施你的召唤术？这里是不是养太肥啊？不理我。这里的好像没什么兴趣这里面有1400棵松树，其中一个芙蓉峰就是整个花园的景致。一面墙怎么办到的？这不是墙壁上面种花盆这是树。对啊，这是树这边的松树怎么长成榕树的样子啊？这叫赤壁那边这个是风岛，这边这个是天女岛，这是杜鹃岛，也称作恋爱杜鹃。我们南园逛完了，南园官方建议时间60分钟，我们逛了70分钟逛完。现在换北园，北园官方预定时间40分钟。北园没什么松树，松树主要都在南园，这边比较像是一般的现代公园。那我们北园也结束了，我们北园只花了15分钟就看完了。下一站高松遗迹，400是贵还是便宜？25分钟100块。还行啊。对呀，石头子很大的这边也这么多松树也太多松树了吧！樱花门原本是3只碗入口的炮塔门，1945年的空袭中被大火烧毁，于2022年重建完成。高松城是天正元年1587年由丰臣秀吉发起，护城河水由濑户内海引入，是日本3大水城之一。因为护城河沟与海相连，为了调节涨潮落潮的水位而设置了水阀。建于1587年的天守阁于1670年由松平氏重修，成为四国最大的天守阁。1884年天守阁因破败而被拆除。
翘桥是连接城堡中心的部分和外城的唯一联络桥。一开始只是栏杆桥，江户时代中期建成现有的带屋顶的桥。赏月楼有监视出入船的作用，同时因为这座楼可以眺望帆主乘船返回，也有着舰楼之说。玉藻公园于昭和30年5月5日作为高松市立公园对外开放，1955年3月2号指定为国家级文化古迹。以前这里的城主是松平，在这边有经过了11代。先来吃一下天妇罗，四季豆还行吧，还好。接着来吃一下生鱼片，我先随便挑呢。随便吃啊。海鲜才是重点，有新鲜的感觉。我要插入炸虾，这个虾子超大的，但你没有拍出它大的感觉，你只拍到这一面。有看到吗？有看到吗？给我，这样。超厉害的，虾子本身啊，炸的没有很厉害。因为这边是海边，这边就像是台湾的北海岸一样，海鲜类都蛮新鲜的。那个，我实在是真的是看不出来是什么鱼跟什么鱼。那目前都好吃吗？新鲜的，烤鱼，烤鱼，蛮好吃的。还是这才是他们的招牌，很甜，这个调味也算做的不错。这一间虽然没有特别好吃，但是它就很像是你出去旅游北海岸上面看到一间海鲜餐厅，还是会进去吃海鲜新鲜，但是料理方式可能没有到厉害。龙虾。很甜诶，很新鲜，这个龙虾汤才是重点。怎么会甜成这个样子？这不会沾点啊，很好吃哦。丸池这家算推荐，有路过的话可以来吃吃看。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 check in 啦。结果我们今天行程整个 delay 了1个小时，但是还是勉勉强强把它跑完了。今天就先这样子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4国第5天。现在日本观光大爆炸，到处都是旅客，但是我们去的这些地方，旅客比较没那么多。4国相对少。我们今天就来去看看吧。我们现在第一站来到了4国最有名的遍路朝圣之旅的第一站034，也就是第1号院。遍路这个朝圣之旅呢，有点类似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它是1400多年前弘法大师开辟，徒步走完全部的话要走40天，如果是搭巴士或是电车的话，是要花费10天的时间，要从第1号走到第88号。没错，这次4国的主题不是遍路，所以我们就会顺路去拜访第1号跟第88号，当做先来看一下路这样子。下次我们可能真的就会来做遍路行程。服装这边写同行2人的意思就是说自己个人之外，还有弘法大师与他同行的意思。与大师同行。遍路第1号、第88号总共分成4个阶段，第1到第22号是发心，从发心开始。第一站，这一站相对是遍路的起点，所以人稍微比较多一点，但是也不会拥挤。我们来下一站，名门漩涡。名门漩涡，漩涡鸣，会忍着看太多。我们现在来到名门漩涡了。这里看漩涡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搭船，一种是在桥上往下看。今天是选择搭船的方式。这里的上下阶梯怎么这么平整？没障碍呢。台湾可不可以设计成这个样子？关门，关门，准备出发喽！结束了，游船大概20分钟结束。我行，你走开。
下一站吃酸奶液，我们酸奶液会额外再放一集详细的介绍，如果想看的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吃完酸奶液啦，蛮有趣的。我们下一站呗，我们要去第88号林场。这个帮我拍，在日本买2个这个会送1个这个哦。安安硬要拍，很棒吧？到了，第88大窟哇啦！大蛙，第88号林场，也就是片路的最后一站。这个最后一站是属于涅槃的阶段。行きましょう。下一站哪里？向左转。鞋钉男丁，鞋钉男丁，挺还是钉？丁吧。我们先暂且暂定为丁。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是从江户时代就保存下来的建筑风格，而且有展览跟卖食物的店家，就有点像我们的老街啦。你说你会找这边，是因为这边很像油锅，有点像是《鬼灭之刃》里面的油锅片。传统建筑范围哦，所以蓝色的都是对。お天気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看完了鞋钉男丁，不错，而且完全没有什么游客。我们大概逛半小时把整条街逛完，是没什么商店啦，就是一个蓝染的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我们去下一站加茂大树，我们去高知市的路上会经过的一个景点，给大家看这棵树有多夸张。加茂大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亲眼看到很震撼，震撼，非常震撼，比所有看过的照片还要夸张，比照片还要大。没错没错。安安正在走过去当比例尺当中，慢慢的走到了，还没。好了，他走到了，好像看不太到他了。下一站饭店 check in 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去红人市场吃晚餐。我的地瓜球没了，好可怜哦，地瓜球没了，地瓜球卖完了。好啦，走了。今の社長からパワーが投げているんだろうな。硬要讲我们现在来到了明神丸本店，为什么要来吃这间？专门吃烤煎鱼的店。这间的客人蛮多的哦，通常要预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所以可能就刚好可以进来。总之呢，我们有点烤煎鱼，还有一些其他我们想吃的东西，烤煎鱼是必点。还不错，葱本身很多，但那个猪肉味被整个葱给盖过去。我现在是吃蘸酱版的，我觉得还不错哦，因为这种菜主要是要吃它的葱香味，柠檬美乃滋的味道，和牛蛮好吃的，肉嫩，只是单纯吃肉会更好吃一点。接下来吃看它的蛤蜊味噌汤，这好像是花蛤，很新鲜的。我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花蛤，我没有吃过本身有味道的花蛤，味真浓。
不咸，赶快来吃吃看它的招牌烧煎鱼，稻草烧煎鱼，它有附柠檬汁蘸酱，很好吃，很好吃啊！外面有一层焦脆感，然后里面还是生鱼片的状态，鱼非常新鲜，稻草烧煎鱼，竹香味，味道烧进去了，鱼里面完全没有筋，几乎是入口即化，好吃，赞！还好我们点12个。刚刚那间推荐，我们今天去的景点真的完全都是只有日本人、日本观光客，而且人不会很多。我们明天的行程继续来去看观光客没有很多的景点有哪些。第二天早上出发，龙可洞，钟乳石洞是吗？没错 ，Go！ 龙河洞是龙河洞吧？水不见，真的都很好停车，完全没有担心停车的问题。厕所也都很多，而且都很干净。景点绝对有厕所，也绝对有贩卖机，所以可以一直喝水，一直尿尿，一直喝水，一直尿尿。旁边这里有电梯，不用那么辛苦。这个手扶梯搭上来有变凉的感觉嘞。我们从入口处进来，有一个售票员在这边，然后这里直接就开始洞穴探险了。刚刚进来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全长大概1公里，走一趟30到40分钟，出口在距离这边80公尺的地方，所以这边的行程抓1个半小时比较充裕。他有补充到说这里面地板很湿滑，小心走路要小心。我们继续来洞穴探险吧。我们这集的主题是没什么观光客的景点嘛，可以看没什么观光客。龙河洞是历经大约17500年形成的日本代表性钟乳洞之一，全长约4公里，被指定为国家天然纪念物。有人来了，快跑！好多人。其中大约1公里向大众开放。洞窟出口附近有弥生时期遗留下来的穴居生活遗迹，尤其是已被石灰华包覆住的弥生式土器神之湖，在全球范围亦是非常珍贵的文物。龙河洞是一座由时光长河所雕刻而成的自然景观，在无限延伸的世界里不断的演变进化至今，是一场穿梭在广阔无边界时空中的探险之旅，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未知的精彩旅程吧。也是会有这种楼梯走上去，这太硬了吧！爬太累了，这里有椅子可以休息一下。大灯。就是这个深30公尺，深不见底。出口了，我们走了30分钟。里面的洞穴是单行道，现在还要再走下去，可以再走慢一点。我们是因为刚好遇到毕业旅行的学生，年轻果然就是爬得很快，被他们逼着一直走，蹲下来走路很累，很像我家子走路这样。这里有一个无料的龙河洞博物馆，在出口这边可以顺道参观一下。多久年前开始的时候，慢慢的。我们今天走的是蓝色的路线。如果不是遇到那群学生的话，其实人蛮少的。它的门票是随着人越多越便宜。它如果100人以上的团体课的话，一个人的门票变成500块。那种学生毕业旅行不就最爱来这种景点？是啦。我们下一个景点贵宾。如果你也想看我们这种轻松又带点实用攻略的 vlog 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们到了贵宾了，一般汽车停车一次是400日币，都是日本人。但是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景点啊，大家都要去哪里嘞？坂本龙马像吧。2分钟就到了啦，不会很久。坂本龙马虽然出生于武士家庭，却是终结武士与幕府执政时代的关键人物，带领日本进入新时代，是许多日本人崇拜的对象，也是日本历史上人气极高的末代武士之一。这边是一个会有海啸的地方，海啸第一排。
理解为什么评价这么高。这里的海搭配岩石跟那个矬砾沙滩。这边的海很漂亮，只是这边的海不能下去游泳。这边游客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也不会太拥挤，走过去走回来拍照的时间40分钟差不多。好，我们下一站吃午餐，鳗鱼饭。点了一个3800的，有1条鳗鱼在里面，跟一个大概有半只鳗鱼在里面，附汤2000，先上冰茶，超热毛巾。外面好酥脆哦，然后里面感觉好嫩哦，这边好会烤，好吃啊，烤的好香哦。小菜感觉是腌白菜，另外一种鳗鱼饭，它就是里面是有帮你切碎的，然后再加一些海苔。同样是半只鳗鱼的话，这种有加海苔跟切碎的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吃起来一样，外酥内软，跟多了海苔的香味。但我觉得比较推荐点整块没切的，因为整块没切的咬下去更爽。这间很推荐来吃，好好吃哦！就在高知城那边。说这里是保存最完整的保存高知城，免费的。前几天的没看过。高知城是日本唯一保存了本丸全体建筑群的反映江户时代风貌的城堡。最初这里建于南北朝时代的大高坂城，后来山内一丰凭借关原战役的攻击，成为此地的统治者。从庆长6年（西元1601年）秋天开始修建高知城。高知城的石墙是由近江的建筑工匠设计制造的。考虑到这里降水量丰富，所以使用不易毁坏且排水能力强的石墙堆砌而成。虽然外观看起来很杂乱，但是却异常坚固。你会撞到欸？我会撞到。高知城同时是现存12天守与日本100名城。高知城啊，进来参观了。这里面是不是很多都保留以前的样子啊？总共有6层楼。我刚刚听到有人走出来的时候拍手说 "Scoy"。嘉文，一个人的马车之类的，这个一个人坐得下哦。你可以啊。在现存的12天守中，只有高知城遗留有本丸府邸的建筑物。本丸府邸的书房由正殿、溜之间、玄关组成。正殿有名为上段之间的房间，这间房间是藩主专用的上座间，所以它的位置比普通房间高出1段。在上段之间的西侧设有武士密室，藩主会客时，全副武装的武士守候在这个房间，以防藩主遭受突然的袭击。这里的特别陡哎，我没有手啊。走啦。看完了，我觉得蛮厉害的。御殿是日本唯一仅存的御殿，很有入内参观的价值。主要是要参观它的御殿，上面其实都长得差不多。下一个景点高原，可能开车2个小时，2小时后见啊！我们现在到了天狗高原，海拔1000多公尺的石灰岩地形，这个很值得开车2个小时上来看一下。但是要提醒一下，这边厕所蛮少的，到现在还没看到厕所。风有点大，吹到头会痛。
刚天狗高原结束了，就来 check in， 请听。一进门，这个浴室超级大间，浴缸，另外一间马桶。这个玄关太大了吧，然后还有吊衣服，然后好大的2张单人床。还没在日本住过这么大间饭店，而且这间是不是没有很贵？平日晚上3200。这一间饭店是一个著名的日本建筑师建造设计的，它的1楼是展览馆，2楼跟3楼才是客房，所以可以住这种房间真的是很酷、很特别的体验。那我们先去吃晚餐，晚餐吃烧肉，对不对？没错，在地。我们现在真的在非常乡下的地方吧。我们那个饭店今天也是住满了人，但是整体来说，这里可以算是根本就没有游客。我们今天的晚餐点餐，最困难的环节来了。来吃他们的牛舌。跟我们第一天吃到的不太一样的感觉，非常的嫩。再来吃一下它的士鸡，应该是单纯的鸡肉串吧，它推荐的。没吃过味道。肉很嫩，但是没什么味道。算还好。接下来吃横膈膜，很好吃。横膈膜就是烧肉店必点的部位哦，好吃。但我觉得他们家牛比较没有牛味，但是老实说，这个区域也只有它可以选，方圆5公里内没有其他烧肉店。但整体来说还是蛮好吃的，因为不贵。碗，他说碗，对，他说碗。哇，好厉害！接着是牛翅身，你烤得蛮好的哎，没什么筋，好吃哎，不愧是推荐。来吃它的亲子冻饭，看起来很赞哎。它的海苔如果再加多一点的话，会更好吃。它这个亲子冻好吃，湿润度刚刚好，鸡肉也嫩。美味停吃完了，很 local 的店，有一定水准，但没有到顶好吃。但如果你在这一区的话，我会推荐你吃它。最后一个行程就是逛这个小镇。唯一还开着的店那间超商10点半也会关门。今天是我们在四国的第7天，除了走走一些风景之外，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天在日本开车的有趣的小事情。没错，我们今天第一站要先去4万石。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他们这边山路如果是有弯道的地方，跟马路上都会有刻痕，防止车子太容易打滑，增加摩擦力。我觉得这个设计蛮好的。还有发现他们的山林树木一块一块的，原来是林场，所以才会有一块一块不同品种树木的样子。施工中的话，会有人指挥交通，举白旗就是可以过，举红旗就是要稍等一下。好，白旗可以过。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トイレ大丈夫ですか？トイレ行く行って行って。はい。ありがとう。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到了4万石之壁屋形船。等一下要来搭船，搭船的时间一趟是50分钟。这里有洪水痕迹耶，2005年9月6号台风淹到这边来，这里很高哎。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四万石川因为新建水库设施而被称为日本最后一道自然清流。这条河源自深山，蜿蜒流过林木葱郁的小峡谷，汇聚诸多支流，最终以蓝绿色的大河之姿注入196公里外的太平洋。沿岸令人注目的特色之一是城下桥，这些低矮结实的桥在水位上涨时会沉入水中，并采无栏杆设计，使水里的流木等杂物可直接流过，不会被桥梁卡住。4万石就是一个没有建水库，沿路上也都没有人为破坏的一条河流，它也是4国最长的河流，所以它又被称为日本境内唯一清流，保持自然原貌的一条河流。我们现在到城下桥，就是刚刚坐船的时候有路过的佐田城下桥，这就是4国的10万石观光建议图，沿河都有很多的景点。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佐田城下桥，它是最接近市区，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一条桥，所以人气比较旺。一样，这边也有厕所，到处都是厕所。到了城下桥旁边完全没有栏杆，走起来会不会很恐怖？蛮宽的啦。其实还好，不太会觉得可怕。因为我们前几天走过竹谷藤蔓桥来说，这不算什么啦，轻松啦。这种桥体结构不会阻碍水流，因此能减少河水对两岸的侵蚀，也使桥梁较不易被洪水冲垮。这些桥梁设计也体现了4万石地区居民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在 Google 上面也会秀出来道之驿的图示。我们买到了珍珠，雨河岛的珍珠，雨河岛盛产珍珠嘛。对，日本有80%的珍珠都是这边来的。出发下一站，卧龙山庄。卧龙山庄，可惜天气不好，要撑着雨伞。先走吧。走。很神秘啊。这里的营业时间是9点到5点，入场费大人是550。这片风景区是清流洪川河畔最为优美的景致，因此直至幕府末期都作为历代藩主的游乐赏景之地而受到严格保护。明治维新之后，由于缺乏维修修缮而逐渐荒废。现在的山庄是贸易商河内衍次郎想在故乡安度晚年而投入财力，经过10年的构思与施工，将自己的想法托付给大洲当地的木工中野虎雄建造而成。现在是聊天时间是吗？私重伤です。そうですね。不要再假装日本人了。
凝聚了独一无二工匠技艺的卧龙山庄，在2011年荣获米其林绿色指南日本版1星评价。其中卧龙院、不老烟以及文库3栋建筑于2016年被指定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遗产。应该说四国这边啦，几乎都是一线道而已，前面的车开很慢，你也没办法超车。其实开得蛮轻松的，你就跟车开着，然后注意一下前后的状况就好了。再来吃午餐，4.4颗星，483条评价，感觉很 local 的店，应该是没有英文菜单的那种。终于吃了今天的第一餐，几乎一整天都在开车。好喝。还是蛋仔面。对，这个很像蛋仔面。我觉得酱油的比较好吃诶，单纯的美味，然后有胡椒的香味，好多。点的应该越多一点。刚刚来的时候是空的。吃饱了，这间好好吃哦，家常的味道。重点是老板好像很喜欢台湾人，或是很喜欢外国人，特别来关心我们说好吃吗？超好吃。我们去下一站。那通常有2车道，内线道就是超车的线，超车完成之后都要回到慢车道，这边的车都是遵守这样的规则。我们现在终于开车到市区了，接着是逛街行程。我们现在来到这间是四国最大间的百货公司 Amy4 Masaki， 而且很多免税店哦，但是也不是每一间都有啦，要问一下店家。如果等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再拍给大家看。12到17，台湾的这个是南部，中南部。哦，纯台北的话，暑假大概是15万。15万。比较矮的贩卖机耶，给小朋友按的吧？对啊，好可爱哦。你会变很大。对啊，好 Q 哦。哇，晚上还蛮漂亮的耶。天都黑了。逛了4个小时，买的很开心。这里真的还不错，各种台湾人想要买的品牌都有，所以大家可以来逛，时间留多一点啊。我们逛了4个小时。刚刚有经过铁道，只要有路过铁道，在铁道的停止线前面都要完全停下来才可以再开。日本人基本上都会完全停下来哦，不是说减速减到一个程度，是完全停下来。所以不要追撞人家。而且，如果是2台连续的车，如果前面那一台有停下来，后面那一台还是会完全停下来，它不会跟着前面的人走。对，所以一台一台都会停下来。然后这边停车都会有管理员，然后他都会带你去要停的位置，他会跑起来。爱媛县产的蜜柑面包，蜜柑面包。今天天气不好，真的升3层，一点点升3层，但是完全可以看到这个庄园。青鱼好吃，鲑鱼跟青鱼都超好吃，葡萄汁好原汁的味道。这个才是重点，在这边不用花钱买。橘子汁喝到饱。
炸起来很棒，口感很好，味道有，赞。爱媛县的蜜干面包有一个香气的，但没有调味，我原本以为是有酱的，那面包还真很香。柳橙果冻，好吃。这里早餐的选择很多都是爱媛县的名产，跟一般商务饭店的早餐是不太一样，有用心在制作的感觉，这是玉米浓汤的味道，超浓玉米浓汤。对。我们这几天运气很好，在我们行程最需要下雨的时候下雨，让前几天都没有下雨，大家走的时候才下，完美。那我们现在在加油，最后一次加油。我们前几天加油的经验是，这里的店员超多，而且他会帮你擦车窗、收垃圾，给你一块布，让你擦车子内装。在这里，白色实线是不能跨越车道的意思，黄色实线是可以右转或回转，没关系。接着要来付 ETC 花的钱，应该就完成了。过路费。以上就是我们4国旅游，欢迎订阅我们，我要回去啦，我们下次见。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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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